你觉得你人生活到现在啊，你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做作品还是在交任务？然后你内心真正的动力的来源，你觉得是做作品还是做任务？我跟你讲，这个问题问的超好的。先对啊我跟你喝一杯。这个进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好，而且这个是我从来没有被问过的问题。这里是只能喝酒的图书馆，一个出租成见、探索未知的地方。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的老朋友 Speak 又来了，所以我们今天要来上英文课喽。如果还不知道 Speak 是什么的同学 ，Speak 是一个让你在手机上跟 AI 练习英文口说的 APP， 它的功能一直不停的持续的在进化当中。它的功能非常的有趣，尤其是创建 AI 聊天主题功能。超级无敌好玩，认真说，你可以看到其他人在上面创建的主题，有一些非常实用，譬如说你可能要出国了嘛，那你就可以请 AI 扮演海关的角色，让他一直不停的刁难你，那你就可以练习在这个他的刁难之下回答出正确的问题。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玩因为我那天上去玩的时候，我就用那个探索你的 MBTI， 然后我上去就跟他聊天，无论跟我讲什么，然后他给我的句子我就不讲，就直接讲别的，他还是继续跟我聊所以他比较像真人，而且他还会在这个过程里面，然后会叫我在那个字再讲一次，再讲大声一点。OK， 然后就不停的 repeat，就很像真的一个老师在旁边教你的。对，没错，很像一个家教坐在你的对面，然后一直不停的跟你对话。你也可以去模拟，譬如说今天要去面试，或者是今天要去跟朋友 hang out， 我觉得很多情境你都可以模拟。我觉得最有趣，我刚刚看到一个是叫侍奉刁难的公主，什么意思？就他可能请 AI 当成他的仆人，然后他是一个公主 ，OK， 然后他就可以不停的刁难他，然后 AI 不管怎么样都不可以发脾气，都要侍奉他，非常的好用。尤其是在你上班很堵烂，下班回家可以用这个跟 AI 练习英文，而且他都不会发脾气。所以你可以一边骂人，然后一边学英文，这样英文应该进步的非常的快，飞速对，因为学英文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语境，要有情境。是。以前在学校跟老师上课，就是因为都没有情境，就是念 I have a pen, you have a pencil， 对不对？就是这样子。This is a book。对。可是我有看到一个更有趣的改变小偷的心意，这什么意思？到底为什么要改变小偷的心意？我知道了，什么？就是他如果在家里，他预防有一天小偷爬进来的时候，他看到他，那他用英文跟他讲什么？那这个蛮实用，就蛮实用的，就叫他你不要杀我，你不要杀我，你偷钱就好了之类的，可以先练习一下预演。哇，这好酷！有人跟你练习你内心的恐惧，哇，其实蛮不错的。不错啊，然后我还看到一个客人不满餐点这个他可能是要去打工嘛，对之类的。然后如果遇到客人不满餐点的时候，该如何是好，如何应对？都很实用啊，我觉得。但有一个暴怒找上你，我就没有很懂了，所以我决定我等一下要来玩这个。而且跟 AI 对话真的很有趣你就以为说他可能会很制式化的。对，他说什么，然后他要你回什么，你就得回什么。其实真的不是这样，你就可以随便乱讲。然后包含你的文法不对，他也会纠正你。就用最自然的方式学英文，非常自然。所以我觉得这个Speak 的 App 真的很好用。这个不错，推荐给大家。Speak 是一个可以跟 AI 练习说英文的手机 App， 不过它不只是聊天机器人，是有完整设计的学习路径，从影音课程到口说练习，再到 AI 对谈。用 Speak 学习英文，不仅会分析你的回答，从发音、文法到用字，全方位引导你，无论何时何地，让你365天都可以沉浸在英文口说环境中。1个礼拜内，你就可以熟练掌握超过1000句话。想要体验学习英文口说的新方法，为你量身打造的学英文环境，快下载 Speak， 资讯栏有连结，有给听众的专属优惠，或在 App Store 和 Google Play 中直接下载 Speak SPEAK。本集节目由 Speak 赞助播出。你如果有发现到，不管说之前的那一本就时代风先不讲就是一直不想提，我没有不想提，但是那个好，就是说后来的龙马跟京都，我都刻意的按照历史的轴线来写，就是因为它让我不要跑掉。
好，就如果我今天完全不管是说啊，我今天来写一个京都，或者写一个旅游好了，对啊，就是大家好像对我期待的，对，好比说那时候要出书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光头今天就是旅游达人嘛，对不对？然后所以你要写的可能就要跟旅游有关嘛，但是这旅游可以写太多了，我如果没有硬把它找到一个轴线，让我在那个轨道上面这样来走，我就很容易，我就不可能完成它。但是你要说这是一个方法，也确实是这个是我替我自己找到的一个方法。对，那目前看起来就是说，如果以最近在看这个书的销售也还不错，所以好像这个方法 OK， 然后对我自己也还 comfortable 这样子。我觉得人生每一个阶段它都是一种选择。我前几天我忘记我在跟他说什么事，我们在争论一件事情。然后对我来讲，心法永远都是放第一个，而且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因为做任何事情都一样。就我相信这件事情，我想做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它就可以维持。就是那个动力可以维持，对，它那个动能是可以一直维持下去，我不会觉得累。就你知道我可以算给你听，我每一个星期经历了什么。我每一个星期，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就是我的剪接日，有时候可能到星期四，就算3.5日好了，是我都在折磨我自己。可是剪接，说真的，我大概可以理解那个情境，就是说，我也曾经跟他们说过啊，如果可以的话，我还宁可自己剪。但是好啦，但是后来我们还是采取了一个方法啊，就像你讲的，分工的，就是写好。逐字稿通通写好，然后写好我们就录啊，就是用这个读稿机来录。就我们也试过，那时候其实一开始的时候，那个我的监制啊，他叫 Ricky 啊 ，Ricky 就跟我说，你也不用那么，因为他知道我写脚本很辛苦嘛，那你不用那么辛苦啊，很多事情你也是信手拈来就可以聊啊。那问题就是说聊了，那后置要花很多功夫。其实。因为今天是在这个情境，所以我可以说，这个我如果喝了酒聊，可能会比较顺一点。但是通常那时候在录影的时候，下午没有喝，讲到一些事情就卡住。好，那卡住的话，后置就要花很多功夫。对，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我的花功夫不是在于卡住花功夫，其实不是。你要保留哪一些？其实在这个节目里面有很多东西是需要考量的，因为它是很放松的，对。然后在这个环境里面，我常常讲说，我们现在谈论的很多的东西，我保留的其实是为这个人保留的。谢谢你，不是为我，是为帮你剪到在那边。没有，但是我刚刚忘了问你，刚刚说你。礼拜1、2、3、4都在做剪接，是啊。但是你觉得这是一个痛苦的事吗？我听起来还没讲完啊，就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精神上的折磨，因为我要做很多的取舍。那个取舍是我跟你讲，那个身份会换的。我现在在跟你聊天，我现在是以我是这个节目的主人的方式在跟你聊天嘛，对不对？但是到后面去的时候，我是员工啊，我是剪接师啊。我是编辑师，所以我就必须要有一些取舍。这个取舍，我到底要放什么东西进去，是可以对别人有启发，我也可以保护得到你。然后我也相信这一句话。这个所有的过程当中，因为有的时候别人丢出来心灵上面的东西，他的价值观等等之类的所有的东西，我觉得那个取舍非常的困难。我要怎么去把这个人勾勒出他的立体面，很困难。我现在在看，譬如说我做功课好了，公投间 ，OK， 我只要打上去，对，大部分都是看到你是旅行长嘛，对不对？对，跟旅游有关的事，所以它就是一个很单一的面向，不然就是在喝酒，对。可是人怎么可能只有这样呢？我正想说，我看你们采访的人好像没有这样一直喝的，对不对？有，好，那我就不客气了。有的都喝到去吐，再吐完再回来录了的。
一开始我就担心我们刚开始录都录得很夸张，就是乱喝，什么白酒喝完喝红酒，喝完喝威士忌。我今天就固定 highball 就好。我们现在比较客气，我们现在就固定 highball。今天对你很温柔。没有，你刚刚在讲这一段哈，我不太确定现在在做剪接的人有多少的人会怀抱这样的心情。好，我要说的是，因为毕竟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也自己拍片当剪接嘛，我最常跟人家说的就是我很又要说羡慕了，我很羡慕现在的这个做影片的人，因为他们可以在家里用一台电脑就完成这些事情，对不对？虽然剪接过程都很苦，我知道，但是以前你还要去外面花钱住剪接室，然后那一个小时钱就这样流，他没有让你思考的余地啊！我以前会做到赔钱，就是因为我也是一直在那边思考啊，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比较好？对啊，不像我的一些师兄们，哇，他们都是很快就能决定哪一个 cut 是他要的。但是说真的，那样的人他才能够在商业上成功，好，但才能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饭来吃。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跟人家聊到所谓制作影片这件事 ，even 是我们现在我自己的频道的影片，那时候录好，我就很好奇说，那我们录好之后是要怎么后置怎么办呢？我才知道说，原来现在因应这个 YouTube 的产业，其实有太多这种外包的剪接师，然后他们甚至可能是学生，或者是白天有其他的工作，所以有时候我说要改一个什么不好意思，要晚上才能改这样。因为我自己做过剪接，我也还蛮 enjoy 剪接这件事。就像你讲的，虽然那个取舍的过程是痛苦的，对，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它到最后的成果出来，哇，是按照你的方式，然后觉得有传达到一些什么事情，不管说它是一支知识的片子，或者是一个很意象的这种拍摄，所以我觉得你做的事情很伟大呀。伟不伟大我不知道，但是我喜欢啊。我跟他说过，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人就是从以前到现在，我只要坐在剪接桌前面，对，我不用睡觉，我可以不用吃饭，我只要喝水就好了。我是可以，而且我的精神是会很亢奋。这个部分我可以理解，对啊，真的。虽然我刚刚本来想说写书也是这样，但写书其实没有那么亢奋，写书还是因为要查资料，你知道？但是剪接我可以理解。但你到什么时候才发现你喜欢剪接这件事？应该是说做影片也不过是这几年的事啊。没有，我公关公司的时候就在做影片啊。OK， 所以我公关公司那个时候我还没到纽约去读书的时候，是你知道我在剪接室里面，我真的就3天3夜，我就跟那个剪接师磨然后那个时候还是要在剪接室的，就对了。对，然后那个剪接师被我磨到他已经快要疯了，直接快崩溃。那个时候是在做什么片因为我们那个时候都是做公关公司嘛，所以是做企业的 CS， 所以我们都要帮他们拍形象影片什么什么等等之类的那一类的那种东西。那有时候譬如说有什么好磨的？有，因为那个企业他可能会捐钱去给某一个偏乡的学校，OK， 譬如说一个棒球队，这样，那可能在他们的年会上面呢，他们就会希望有一支这样的纪录片，所以我们就去那个偏乡的歌颂其光明面。但是其实不止我们那一支片子不是做歌颂他的光明面，而是去拍这些喜欢打棒球的小孩。OK， 你为什么喜欢打棒球？是你为什么要打棒球？它比较偏纪录片。这一支片子并不是去歌颂，因为企业也很聪明啦，你去歌颂说他捐钱给这个学校打棒球，其实没有用的啦。那你还记得那个片子到最后出来，人家的反应就是说，我记得啊，因为那个年会上面我是舞台总监嘛，对啊，然后我最记得一件事是胶片的时候我没去。然后老板回来的时候，听说就是那个总经理非常喜欢那一支片子。那是好事。对，然后他说，他就拍着那个老板的肩膀说：“哎呀，这名师出高徒。”可是因为我老板其实是对我非常严格，他从来没有在我面前夸奖过我。然后但因为那个大家就夸奖说名师出高徒嘛，他就很爽。然后他回来他也没有夸奖我。是我老板娘跟我讲，她说：“今天老板。”我刚刚这样问是因为说，这样的故事通常会有2种不同的结局嘛。对，一种结局就是放出来之后，妈，客户、老板也生气，对，大家也看不懂，
啊。但是你既然是当时的舞台总监，你应该感受到当时整个就大家看完那个片子是买单的，就是哭的，是哭的。对，我也不是想要把别人弄哭，他就是有一点感动。明白。对，然后总经理就在那个年会上面放了2次，硬要所有人再看一次。这个是很好的经验了，因为拍片是我算是出社会的第一个工作嘛。出社会的第一个工作，对啊。我先前情提要一下，我认识他的时候是几岁，你知道吗？我不知道，17。你没听过吗？他没有跟你说过吗？对啊，我认识他的时候17岁，还未成年。未成年，而且是在 Alive。对，因为我那时候 Alive， 你是说那个 Second Floor 的前身。这个大家实在是太远，这个没有活到一一个年纪，这个是1998年的事，在和平西路啊。现在 Tutor ABC 的没有在后面，现在它也是灿坤的楼上，但是它有一个空间啦，它是楼上嘛，2楼嘛。对，有那里我去过，哈。当年在我们家旁边呢。懂事大，对啊，很热门。那个是没有那个 Alive 的时候就 Alive 那时候还有500去那边对表演，对，我就在那个 Live House， 我就在那个时代，然后我在那边当企划经理啦，企划经理。但是那个其实已经算是我人生的不知道第一个还第2个转折以后的事。反正那时候我就认识他。对。然后最近啊，你知道我最近超迷 New Jeans， 对不对？OK， 你迷 New Jeans， 我迷 New Jeans， 没有以前。好，我回想起来，可能上一个会喜欢的团已经是什么少女时代。OK。然后后来的所有的韩团我都没感觉。对。然后突然最近因为那个他出了一个他们在日本的出道曲叫 Supernatural， 你完全不知道。不知道。我跟你讲，最近好多大叔都这样子嵌进去。完了，大叔样跑出来了。我跟你讲，因为我女儿都听 N-Mix， 她说 New Jeans 那个。不是他喜欢的。对，那现在重点来了哈，就是说为什么大叔会喜欢 New Jeans？ 因为 New Jeans 就好像我当初看到你的时候一样。你是说我那个时候你 OK？ 对，他们也是那个年纪好，然后他们这一次走的就是走1990年代，他们叫 Y2K 啦，但是在我们看起来那是比 Y2K 还要更早，就是90年代。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对。婷婷那时候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妈的！所以你当年你是 New Jeans 的等级的。没有，我太晚遇见你了。对啊，煞到，对不对？但我后来才不是，我后来才知道他未成年。光头，我问你你这辈子做过多少个不同的工作？我从复兴美工毕业嘛，对，然后就去当兵，当完兵回来。严格来说，我还做过一个橱窗的设计橱窗设计 display 哈，那时候中心百货吗？不是，是 Esprit。Esprit。对 Esprit 那个时候刚好进台湾，然后我很喜欢那个我们小时候那个对那个，然后他有一本很厚的那个设计的 Bible 这样，所以总之我去那边做了1个月。其实刚毕业的时候，心里面是想要做室内设计，对，因为那个时候通常。我们同学们都会觉得，做室内设计比较有一点钱啊，对，然后有品味啊，这样之类的。但是从退伍第2个月就误入歧途。当时我有个学妹在 production 当美术设计，那她自己要去法国念书，所以她要找一个人来顶替，她的这个工作这样。总之，她就找了我去。没有想你是去顶替他，我去顶替他。那当然顶替他还是需要考试嘛，所以我那时候就画脚本，因为我以前想当漫画家、动画家。但你是很会画画的人，还可以，对，就是说，好，这个题外话，但是实际上后来会放弃画画，就是因为你觉得画的比你好的人太多了。我的学长陈怡君随便画，我看你真的是从小就他人即地狱耶。对，今天被你点醒这一点，好，但是讲回来，就是说，就是说，那个时候，因为我自己就很喜欢看影片嘛，对，不管是广告片啊、MV 啊，尤其是国外 MV， 那时候也是真的风风火火的时候，我就真的就在家里一直看各种的录下来，就这样看。然后后来我老板就说，那看你好像蛮有兴趣，要不然你就跟着我当副导。应该算导演助理啦，就是说以 production 来讲，就帮他做记录啊，盯着啊，学怎么样拍片这样。其实我在 production 大概只待了三年多吧，
然后就觉得自己翅膀硬了，知道吗？尤其那个时候，其实正好是一个需求，很多歌手的 MV 而且是正要从 video 转成 film 的时候，所以像我们是 production 是拍 film 出身的，整个感觉就高大上。就 film 转成 video 了 ，video 转成 film。一开始他们都是用那时候有个名词，我都 ENG， 就是那种反正。拍起来就是电视画质的，对。但是我们广告公司用的，因为是 film 嘛，不管是16厘米还是35厘米，所以拍起来是所谓电影画质的所以规格不一样，所以那一代就是 MV 从电视画质变成到电影画质，我刚好是那个时代的，所以那个时候有王仁礼啊，有彭文淳啊等等的这些导演，好，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投身这个 MV 的浪潮了，所以那时候才拍过，就是后来我在履历上就写到嘛，我拍过李宗盛的《凡人歌》啊，拍过伍佰的那个《爱上别人是快乐的事》。你那时候是导演？我是导演。哇塞！他有当演员的时候啊，演员的另外大英，他以前就这样被你征服，那里面就是他，看不出来吧？对，这个时序我每次都把他找出来去回答。这个时序要厘清一下嘛，就是说，哇塞，你以前当年当过宗盛的导演啊，导演的哇塞，凡人歌，然后赵传啊 ，Always on my mind， 而且我刚刚讲伍佰那个，他那时候还叫吴俊霖啊，爱上别人是快乐的事，那是他第一首歌，你拍的吗？我拍的然后我靠，然后那一张专辑就没有卖哈。我记得那张专辑还有另外一首歌拍得非常好，那是谢春德拍的。谢春德帮什么他河流？对，真的哦。因为那个时候伍佰是在波丽佳音，他是真颜色，然后波丽佳音，然后林强那时候也在那边了哈。好，反正就是拍，那人就很奇怪啊。其实我那时候拍，我还觉得蛮开心的，就是因为拍收入也不错，对拍的片子也有获得人家肯定。所以那时候我才26岁不到就反正在应该是 production 唱秋了啊，听起来应该是很秋非常就开心啦，走路有风的样子，对有。我还印象很深刻，我到现在常常会聊起那段旅行，就是说我拍了几个片子，存了一些钱。有钱了我就拿这些钱去欧洲去自助旅行，对然后去美国、去日本这样。他回来整个神清气爽我还记得我妹妹那时候看到我，虽然旅行了一圈回来又黑又瘦，然后去美国剪了一个越南头这样子，她就说她从来没看过我精神那么好过。当时是1991年就哇塞，听起来现在我们现在听众都还没出生，1991年，当时可能才刚出生而已，现在听众可能才刚出生，哇塞！你问我做几个工作，第一个工作就讲了那么久，但总之那个时候本来。如果没有什么意外啦，就会当这个导演继续当下去。对。但现在就流行嘛，如果没有什么意外，那就是有意外了。那后来的意外到底是什么？意外就是碰到了前妻 ，OK，就碰到一个女生，很喜欢她，对不对？然后比我大1岁这样子。那我通常不太会讲这个，不是因为说。能不能面对，而是因为对方都还在世对，所以有时候不要让人家麻烦，对，不要让人家麻烦。如果要用比较简单的方式说，其实那是一段对我产生很不好的影响。怎么说？不管说在生活上，在一些生活形态上，那个不好的影响，到最后甚至于是影响到我的正常工作影响到我到底发生什么事？就是嗑药啊、喝酒啊、唱歌啊，每天因为对他来说，他的生活就是那样嘛。那我那时候因为也年轻，其实那时候一开始交往一段时间，你会觉得说，好像不太适合，因为我还是比较是一个文艺青年，我必须这么说。我喜欢看法国的电影，对不对？我比较想跟人家谈一些这些事情，这样。那他对这个事情基本没兴趣啦。但你知道，年轻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哎呀，没关系嘛，在一起之后就会改变了嘛。对，你可以改变他，可以改变他，对。但通常都是自己被改变了，尤其像我这种没有什么自己的原则，或者说，尤其在那个时候也没你很难说是自己有一个什么样生活要坚持的事情，而是大部分都在配合他希望
过得开心这样。那总之那个关系没有维持多久啦，3年多的时间，可是我就已经整个人被搞得乱七八糟，搞得已经糟进去啊。简单来说，对，我们那时候在 VS 遇到的时候，是你已经好了，已经好了，应该是处理掉这段婚姻的时候。A Life 的时候有好一阵子。就是我们在 Alive 遇到那个时候是我那个时候想要振作啊 ，OK。然后，但是在你会觉得说啊，你想要振作，跑去一个夜店上班，对吗？事实上，在那边我是觉得comfortable， 就是说我处理这些，不管说是人际关系，或者那时候我还负责媒体的关系，对，就是好比说你要请一些国外的艺人或 DJ 来，然后甚至于像伍佰在那边唱歌，那每天都会有这个记者啊，或者一些，就我负责那个公关的窗口，而我做这件事情还做得还不错，还不错。但是一样啦，就是说在那个环境，你还是很容易碰到一些不该去碰的事情。我讲的不是男女关系啊，哈，这个事情我其实应该说我从来没有聊过，但是我没有想要避讳它，我只是觉得，包含我在写《时代的风》的时候，我都把那段刻意模糊带过。因为我觉得光是那一段就可以写一本书。你是不是在面对他的时候有一点想面对，但又不太敢？我一直在想，我到底有没有那个资格或高度去面对他了？这个跟资格跟高度，那是你的人生，跟资格跟高度有什么关系？对，但是我的思考方式会是这样啊。就我举个例子来讲，你如果今天是 John Kaluuyak。这就是你可能是某个伟大的作家，或者是你可能创作出超赞的一个歌，你是一个伟大的乐团的主唱，因为那个作品的价值已经超过那件事情。我们都知道说，在60年代、70年代 ，even 到80、90年代都是很多这种所谓伟大的作家或者伟大的音乐人。他们事实上都有那样的习惯。我不是说那件事他一定要靠那个啊，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要讲清楚。他并不是因为，他不一定是因为那个才可以创造出这样的作品啊。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他够伟大，可以让别人不去怎么讲judge那件事情。对，你是一个从我年轻的时候就有一个成就的焦虑的人吗？我觉得这个讲的蛮准确的。我觉得是没有人这样讲过，但是就像刚刚我们在讲的，会不会当我每次快要到一个要出拳的时候，我就缩回去了。我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在 follow 我私人脸书啦，但是我大概2个礼拜前我写了一句话，就突然有感而发。我就说其实我每天都活得战战兢兢的。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为什么我那天会这样有感而发，就是说我的频道提早达到了24万的订阅有点超前目标。OK， 然后书也卖得很不错，对，尤其是一上市的时候，哇，那几天都，你知道，当我看到这样的成功的时候，我马上就想到失败了，因为可能在我过去的经验里面，它是不存在的。或者就像我刚刚讲的，当我26岁成为一个导演，然后本来正要往这方面去好好做的时候，然后后面的生活就整个乱掉了。所以我好害怕。所以你的问题是你达到了某一个自认为的或者是外界认为的成就的时候，你就会开始焦虑了吗？我就会开始害怕。哇塞，这是另外一种问题。所以我就说他这是冒牌者症候群吗？我就说他最大的问题就是到现在还在他人即地狱啊。我今天听到我是觉得说不错，有点出这个问题来，但是我又在想，这算他人吗？这是我自己的地狱。没有， okay， 他人即你自己的地狱。是因为他人的眼光，对他人的评价。你很在意这件事情。但我很想理解这件事情。但虽然这个问题听起来是很没有道理，对，不会。那为什么会这么在意他人的眼光呢？倒也不是说在意他人的眼光，而是其实跟我们前面讲那一趴有一点关系，就是说渴望成功。但是对成功的这件事情，你有你自己的要求。对，就有很多人会觉得，好比说我跟聊到，人家会觉得说，你的人生很精彩啊，或者你现在这样蛮成功的。对。那我觉得他跟我的对成功的定义根本还天差地远。所以当事情稍微往好的事情
往好的方向去发展的时候，那我想到的就会是每次以前只要事情往好的方向发展，随即而来的就可能是一个不好的情况，你就会想到那个不好的情况。对，但是这个不好的情况不一定是别人造成的嘛，对不对？对，很多时候可能是我自己的选择或者一念之间，你这个时候就会开始怀疑说，对，为什么你总是会选择一个让自己陷入一个糟糕的情况？你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我知道，说，我觉得，我认识你这么久，虽然我们碰面的次数很少，对，但我发现你有一半一半，就是你永远都在很疯狂跟很保守之间拉扯，是这样。是这样，你的底层呢？你的底层，你第一个反应出去，如果你是符合你自己那种就是他很喜欢很疯狂的事情，可是他的方法每一次都是会很保守啊，可是他其实是很喜欢很疯狂的啊。那我觉得这个分析蛮到位的，对，所以他会一直在这个，所以我就说你就是整个人就是很矛盾。对，就是说我也曾经跟人家说过嘛，我觉得我心里面还是一个 hippie。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 hippie， 有一个嬉皮的样子。对，但是我又不管是因为世俗啊，或者当然讲的比较那个家庭的羁绊之类的，我又从来没有办法真正成为一个 hippie。然后这件事情确实就是心里面的一个洞吧，你知道吗？他不是他射手座，你知道吗？哦，射手座，我们两个生日才差几天，可是问题是他比较。没有一点点，但是你知道，你很鲜明的，就是你的身体是一匹马，可是你的头就是人的头，你不觉得很冲突吗？我就问，人就是没有办法像马一样跑这么快，可是你就是想要像马一样跑那么快，对，但你就是伪装成你是一个人，对，但你其实想要成为一匹马。我觉得这样说射手座的问题是这个，对，或者我曾经用一个形容啦，这个是那时候好比说，当你用药或不用药，有时候会在形容这个事情，就是说用药的状态是变成一台赛车啊，就冲出去，可以冲出去 turbo 了，好，因为那个时候你根本没有在care 什么事情，但是当不用药的时候，就觉得啊，就是一个老牛拖车，你就没有办法达到那样的情况。这样的事情当然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去平复它了。好，我们刚刚后来我去温哥华就是这个原因啊，这个我大概有跟你讲过，就是说我是去就是碰到一个老师叫我过去温哥华，然后因为 Vancouver 的生活就是很 peace， 所以我也不用去那边担心什么事情，就是我的很好的姑姑提供我一个免费的住处，而且甚至还自己煮东西可以吃这样子，所以然后整个温哥华的那个环境，你一走出来就看到我就这么漂亮的一个环境，不管你是穷人还是有钱人，你都拥有那样的一个环境，所以其实那样的环境整个给我很大的疗愈啊，让我去把过去那些不管说是因为没有办法再达到一个很高速的状态，那样的情况去放下。所以我是那个回来之后才开始做旅行业嘛。那旅行业如果我们现在回头来想，它跟我刚才说写书的历史轴线是一样，因为一旦我要去带团，我就必须要按照那个行程走啊。我再怎么想当 hippie， 我怎么懒散，我还是必须时间到我就要去那边接客人，对不对？要带大家，那是要像个人，像个人。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我能够继续做下去，就是我也觉得开心，就是接客人，获得客人的肯定，接客人，这听起来好奇怪。OK 了，但是见客喽啊！就是说我以前是迟到大王，就是什么跟人家约至少迟到45分钟以上的，对，然后也没有什么理由的。可是自从我当了领队之后，我必须要比客人可能早嘛1个小时、半个小时早一点就去机场。那以前大家会觉得说那么早去干嘛？可是后来就觉得没关系啊，我在那边我坐着想一想啊，把行程整理一下啊，那就觉
觉得提早去非常好啊，而且万一有些客人还真的是他总是比集合时间会提早半个小时来，所以慢慢的你习惯那个方式，然后把生活作息调到这个不再是以前日夜颠倒了，也觉得非常好。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在旅游业一做可以做那么多年。那当然啦，当初之所以会去拍片啊，不或者说内心的 hippie 那一种，都是你有一个创作的念头吧。以前在那种情况之下，我就是想要拍出一个厉害的东西啊，或者写出一个什么啊，那当漫画家也是啊，画出一个作品。年轻的时候就觉得说生命有限嘛，作品无穷嘛之类的。但后来当了就到了旅行社之后，习惯了那样的一个步调，也看了很多地方。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看了很多，就是你以前可能想去，但是还没有机会去啊。但是因为这样工作，就有机会去到很多地方，这样。但是内心的那个创作欲吧，就其实那件事情是没有被满足的啦。到现在，现在好一点。现在好一点，为什么？对啊，现在就是因为就是我刚刚一直讲的，就是当做了频道影片，有人看。好，我们先姑且不讲这个影片是不是我当初想拍的东西，但是现在我老老实实的作为一个知识的整理者啊，跟知识的述说者啊，叙事者啊，然后大家看了也觉得说他有获得收获。好，就是我觉得另外一个让我觉得 OK 的点是在于说，因为从我开始做影片之后，后来这个疫情结束开放了哈，我就出国嘛，就出国在机场就遇到观众啊。你是那个工头坚？对，好，我有看你影片哦。我们这次来京都都是看你的影片来规划的哦。最夸张的一次，我在京都的饭店哦，就坐电梯，你知道，然后坐到大概好比说正在上去3楼啊，那3楼门打开，门口一个香港人，你是工头坚，我看你的影片啊，不然就快起来了。那你中间浪过一个啊？好，台湾的行脚节目你是第一个做的吗？不是啦，应该不能说是第一个啦。行脚节目当然很早就开始有了啊。那个时候我其实是到了旅行社做了几年之后，然后才去。你突然引起我一个遥远的回忆。其实本来在1999又在90几年的时候，又来，真的，完全是个公购的行程。对，我突然想起来，就是说，本来那个时候我就跟一个好朋友啊，因为他对于这个 hotel 很有兴趣啊，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说，我们来做一个 hotel 的杂志。然后我说做这个杂志，那我们有什么好处？他说我们可以到处去住很好的 hotel， 然后就报道。然后就跟他们要广告。我后来想一想，这个 OK， 这个也符合我的兴趣啊之类的，但后来就没有做了。我跟你讲，我听到现在，我突然明白，秒懂他其实是一个超级无敌幼稚的人。怎么说？他其实是一个超级无敌幼稚的人，可是每一次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偏偏要用自以为成熟的方式去思考这件事，然后他就冲不出去了。好像是这样其实他每一次都第一个念头跑出来就说：“这个东西很有趣。”对，这个动机啦，对，这个东西很有趣。然后后来想到最后，因为用自以为很成熟的方式去想这个东西，什么，就你很多步骤去想完之后，那个拳就打不出去了。可是其实有很多时候，或许啦，我只是现在没有办法验证到底是不是真的。对，或许以你的个性来说，或是你整个人呐，你根本就不适合很成熟，你只是应该就是有兴趣，其实蛮好的，就是那个起始点，觉得这个很有趣，然后就大胆放手去播试试看。我刚刚其实听你们对话听了这么久啊，我其实很想问一个问题，对。就是你觉得你人生活到现在啊，你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做作品还是在交任务？这个好难哦。然后你内心真正的动力的来源，你觉得是做作品还是做任务？我跟你讲，这个问题问的他妈超好的。先对啊，我跟你喝一杯好。对，喝一杯，我们来。好，你们两个喝一杯，我想一下。好，我也喝一下。这个进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好。而且这个是我从来没有被问过的问题。我
这几年我常常会讲一句话，就是这句话会自己浮现起来啊，就是说活着活着就把自己活成一个作品这样。可是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只是一个期许。所以你内心有这个期许，内心有这个期许，内心想要成为一个作品嘛？就像我刚刚在讲的嘛，不管是拍的东西或者自己，因为我们应该说我们崇拜的人就是那样嘛，就不管说是崇拜一个厉害的导演，或者是坂本龙马，或者是切格瓦拉，内心有一个这个投射。以前都是这样嘛，以前就是崇拜这样的人嘛，就觉得说他好像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去做了一些事情，然后燃烧，对，然后30几岁就挂了之类的，包含 Jim Morrison 也是啊，年轻的时候真的都是喜欢这样的人。但是所以你刚刚那个问题我犹豫了一下，是说我后来是在教功课吗？好像也是，讲到说我来了旅游业，后来在旅游做了20年，试着把这个团弄好，让大家开心，对。然后我也觉得说，好像我这种个性，你真的要我去做一个持续很久的事情，我做不来。但是如果可以把一个团带好，或者把一个影片，一个20分钟的影片，把它做得还 OK， 这样子似乎是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但是被你这么一问，我就犹豫说，那这算是作品吗？还是我只是试着把每件事，把这些任务把它完成而已。好我觉得这个问题会变成我今天回去的一个很好的思考。似乎如果把我的这些人生故事把它讲，它好像可以变成一个很不错的艺术家的故事。even 现在我还离艺术家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但是成为艺术家或者成为刚才讲的革命的英雄，我又会开始犹豫说，那成为革命的英雄不就是每个人都想要做的事吗？那我这样有什么了不起吗之类的。好，所以反正后来就只能在这样完成每一个任务跟完成每一个影片的过程当中走到现在，然后试着写个书这样子。这么模糊的答案，模糊不会啊，我觉得蛮好，因为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会在这个里面去挣扎。对，我常在问人家一个问题，就是你希望你在世的时候，被世人所理解，还是你过世以后被众人所赞扬？好，其实这个部分我发现我刚刚漏讲了一段就是必须要讲这一段才能够去解答这个问题。就是正如我说过的，我去温哥华是因为一个老师的召唤。那这个其实又到另外一个层面了，所谓身心灵的层面了或者是超自然的层面了就是说那时候有一个姑且说是被神附身的这样的一个灵媒，那他跟我讲了很多话那其实当然责备的居多可是也有往好的方向来谈，意思就是说我是有一个使命的。他跟我说，我来到这个世界，其实我有一个任务，我有一个使命，只是我忘记了。我在20多岁的那些岁月当中忘记了。那我现在接下来我就要找回我的这个，就你要想起来，你必须要想起来你到这个世界来是干嘛的。那这个事情是发生在我35、36岁那时候嘛。现在又过了20年了那你找到了吗？但是我都还一直在找，但是至少他那时候当这样跟我讲完之后，我就觉得说对，那我不能虚度光阴，我必须要不断的去寻找我的这个使命。我并不认为我现在找到了，但是他又讲了另外一句话，这句话也在我心里面其实播下一个种子他就说现在你靠我，以后我要靠你然后我就心里面就觉得说所以我未来有一个传教的任务吗之类的我任务是要传教吗？或者是必须要把这些我体会到或经历过的事情去告诉人家吗？那回过头来你知道前几年不是很流行这些那个Marvel
英雄电影嘛，然后每一个人可能都会在这些人里面去找到自己投射的对象，美国队长或什么。你知道我后来看完之后，我投射最深的人叫做 Doctor Strange。奇异博士啊，然后我觉得如果我在每一个时间点做的选择是不同，我就会有好几个不同的人生。对，从我碰到你的时候，如果做了一个不同的选择，也是不同的人生啊，哈，不是开玩笑。但是我最近才看到一个说法，说事实上所谓的平行世界就是这样，就是每一个人都有平行世界，就是因为你每次做的选择不同，所以事实上在你的身边就有很多可能在另外一个时空的公头间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是一个可能比较不会畏惧往前冲的艺术家，或者是因为做了什么决定结果更惨之类的，说不定30几岁就已经挂掉的人这样。但我现在还活着，好，这是一个重点。我现在还活着，然后我现在还在试着再去做一些东西。我姑且先不要讲说这是不是作品，但是就像前面讲到，我总是会觉得说，这个事情很有趣啊，很好玩啊。然后我现在不断在收敛这个事啊，因为我有个好的 partner， 他比我理性很多，所以他会打消我的一些念头，但我认为这是好事。那慢慢的这些事情似乎就比较能够聚焦到某一个既适合我又能够对别人可能有一点启发，或意义的事情。其实我很在意这件事，我不确定到底人家有没有看出来，或者我有没有真的说过，我能不能给人家有所启发，我能不能对这个世界或社会有点意义，这个其实是我蛮在意的一件事。对，但你跟你自己的距离近吗？我自己觉得很近啦，尤其是到后来这2-3年处于一个独处的状态之下，那独处每天就是跟自己相处，从我的定义上来讲，这样算是近。然后我也常跟自己在对话嘛，我也常问自己嘛，那时候人家告诉你的这个事情，或者说人家提醒你的这个事情，你现在有在 follow 那个方向去做吗？但事实上有时候我还是会觉得我不确定。就是说我当然也可以就这样好好做一个做影片跟写书的人，那这些事没有不好，对，因为如果说越写越能够把自己的想法能够放进去跟写出来的话，那这件事情somehow将来就可能对别人产生一点影响。我一直希望我自己的走过的路可以去给人家一些启发，所以之前有些人请我去演讲的时候，那我就会在讲一些过去经历的事情。可是很多人听起来就好像他读了时代风一样啊，他说你都在讲你自己过去的这些故事，丰功伟绩之类的，就只在讲一些当年勇。可是我讲那些事情的意思其实是希望人家可不可以从里面去看到，不管说他看到一个可以被学习的对象，或者可以被避免的，不要再重蹈我的覆辙之类的，对，不要再犯跟我同样的错误。但我一直不太确定这样的事情我有没有很清楚的去表达。你最近最常问你自己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为什么会那么惨？对，我为什么都到这把年纪了还没有存款，对，也没有什么代表作出现。有啦，这本书算是可以给自己一点交代了哈。今天虽然我们基本上不是来谈书的，但是就是说，对，感谢大叔这样。京都时光，对，今天之所以不谈，是因为其实大家只要看书就知道了哈。书的内容我们不太需要说，但是至少我到目前听到的反应，就都觉得这本书很好看啊，好看。对我来说，在这个阶段是 OK 的，是重要的，是重要的。那你觉得呢？我自己觉得好看那时代的风呢？不好看。为什么？我跟你讲啊，你现在写过书没有？我正在写哈。我觉得写书哈，当你写完之后，你根本不想回头再去看它的时候，我懂你懂吗？就时代的风，我不会想要回头去看它。然后龙马，我觉得 OK， 因为龙马只是忠实的把我那段时间那个探索记录下来。但这本书我自己写完之后，我自己都看得很开心的。当然
回头来讲，这个我们刚刚一开始之前闲聊的时候也有聊到，就是说，当时我在写《时代的风》的时候，我不确定，我没有办法决定我要用什么方式写。如果是内心的那个文艺青年，我也很想把它写成一个比较类文学。因为最近出新书，所以后来有一些读者会拿《时代的风》来给我签名。我每次看到有人买那本书，我都非常非常感谢。我说谢谢你，好，这我自己觉得写得很不好的书，那你买。有的人就觉得不会啊，他就觉得说可能那算铁粉啦，对吧？所以他看着我的人生的轨迹，他也觉得好像可以获得一些启发。但事实上就是我本来是想要借我自己走过的这个4个12年去描写台湾那个社会的改变。就是我想要反映的其实是台湾从70年代、80年代、90年代一直到2000年代，然后去告诉可能比我们年轻的人一些所谓流行的脉络是从何而来。就好比我们刚刚谈到，假设为什么现在大家看到那个 New Jeans 会这么疯狂，因为它重现了我们在1990年代20几岁那时候的美好的想象。因为我看过《时代的风》，对，我有看过，就很像风嘛，对不对？它就一半一半。你到底是要写时代呢，还是要写自己？那它就飘忽在这个游移在这个之间。对，是如果我现在再来写，以现在的方式，我一定会用一个说故事的轻松的，不一定，但是事实上我自己写一写，那种文艺气息都会露出来了啊。某个程度上来讲，对我来讲，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去写那个时代的意义，其实是要让大家去理解你怎么去存活在这个时代，让大家更理解你这个人，或者是对。某个程度上，我觉得人写作的动机应该是这个啦。但你可以让大家尽量的去理解那个时代，但我觉得人到最终，我觉得作者或者是创作者跟这个时代沟通的原因，其实是要让大家理解你。对我来说是这样。OK， 我举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好了啊。好比说，我刚刚也提到说，我的影片有曾经做过一集跟历史观有关系。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喜欢历史的人，所以我对这件事情很在意。就是社会上，当大家在讨论各种的这个政治或社会话题的时候，其实你有没有一个相对正确的历史观，是会影响到你对这个事情看法嘛？对。那为什么我要去写这件事情？是因为如果彼此之间都有比较一致的对历史或对世界的理解，对，那大家比较容易对话，是否则你会发现现在很多人就是他讲他的，你讲你的，那个就像有时你说有时候看一些留言，其实你就可以看出他的世界跟他的知识的范围在哪里，跟你不一样，一定不一样。我们当然不是说我们自己多了不起，但是好歹这20年去过不少国家，然后也都不断在看书，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好，回过头来讲说，《时代的风》那个时候本来是想要借由我自己的这个过程，去把这些背后的知识把它带出来，可是显然失败了，因为就像你说，不管是大家看到一半一半，一半的我，一半的时代，我应该把自己的那个角色还要再缩小一点。然后让那个时代再扩大一点，但总之，不知道，总之，反正那时候是一个相对失败的尝试啊。我就干脆像这个书，当我把它用一个1000多年的历史做成轴线的时候，我做成那个探索者，要去找出某些点的背后的历史跟答案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自己就小了。虽然他还是用我的第一个人称在写，但是这个时候我的那个角色就没有那么大。龙马也是，因为龙马才是主角，我作为一个叙事者，我就没有那么明显。但我后来就觉得这个才是我应该要做的，我不应该去凸显我自己。真的吗？就跟你的体会不同，跟我的体会不一样不是，我知道我的感觉是完全相反的。没有，我没有想要凸显我自己，所以我才说那是一个以时代的风来讲，算是一个失败的尝试嘛。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请说。你人生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过程里头，无论你做了什么样的选择，它的结果好或不好，或者是你觉得你判断你这一次出来的作品好或不好，跟好坏无关，所有的选择。在每一个当下，你有忠于你自己吗？我觉得没有我这样回答，好像大家会觉得那为什么会这样？没有，我为什么会觉得没有？是因为我在心里面还是有那个想要让大家觉得开心跟肯定
的状态。那你开心吗？如果是以当领队的时候，我看到人家开心我就开心对，那你开心吗？算是开心啊。那你肯定你自己吗？在那个时候，我必须靠别人来肯定我自己也现在其实也是，我好像是一直是会希望是大家喜欢我，对不对？就是不管我，这是我刚刚本来要问的问题。不管今天我作为一个领队或者作为一个内容生产者，我希望大家喜欢我。对，下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这么希望大家喜欢你？其实这个问题我也还真的有认真想过就是这么说好了，在我们看到的，姑且不要说崇拜或者喜不喜欢，有很多人他是靠不一定嘛，就负面或者是很有个性的方式去取得人家的喜爱的，比如说 Che Guevara 之类的。甚至基努里维对，他是用一种他自己很自在的方式去甚至于我们很喜欢的安东尼波登，尤其以前在主持行脚节目的时候，每个人都想要成为安东尼波登，做不到，就为什么？几乎没有人可以做到跟他一样，因为他是那么的做自己。你的重点就来啦。对啊，所以我现在在梳理这件事，忠于自己这件事啊。忠于自己这件事情，又能够切合到时代的需求跟观众的反应，我相信这是任何一个人，不一定是任何一个人至少对我，就是对看着这些前辈，对很多人，对都是一个困扰的，是一个困扰。就到底我们应该要忠于自己，还是要去迎合这个世界？对，有时候忠于自己这件事情常被误解嘛。对，我要忠于自己，所以我就要特立独行。对，我要讲话得罪所有人。对，对，可能也不用啊。被讨厌的勇气，对不对？为什么卖了那么久之类的？所以你刚刚问我这个问题，我一时也懵了。就是我作为一个领队，我希望大家开心，这样算是忠于自己吗？还是讨好别人呢？让别人开心的原因，其实并不是我去取悦他并不是我去讲笑话或者做什么事情，或者service 去取悦他，而是我通常让人家开心的原因，是因为我的知识，因为我消化过的知识讲出来，让他们觉得有获得。有启发，而有一个正面的回应的时候，那这样子是不是对我自己也是一个肯定呢？某个程度上是啊。对，所以你看我们刚才从你刚刚那个问题一直延伸到这里不管说做作品这个问题，或者是做自己这个问题，坦白说你这么一问，我还觉得说我并没有在每一个时候去思考这一件事，我只是希望它呈现出来的时候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呈现出来，而这个方式至少不是我讨厌的方式。好了，我刚刚为什么会有点犹豫，是因为说 OK， 我回想我的职涯里面 maybe 有一些要去 promote 的东西，或者说某一些团，你确实是必须要去取悦某一个族群的。但是其实对我来讲，已经相对很幸运的是，以前我带的很多的这些旅行团的人，本来就是我的读者，所以他本来就知道我的风格，所以我可以用我的风格去带这个团，然后他们也觉得很开心，这样子。这样算是有回答到你的问题了吗？看你一脸困惑。没有，你的回答会是我下一个困惑。OK， 对，那对我来讲，我的问题会是，我觉得我今天跟他心灵比较相通啊。你刚讲那句话是什么意思？没有啊，我真的觉得他今天跟我心灵比较相通。我比较温柔啦，我对他比较温柔啊。我对你比较狠。他需要温柔的，他喜欢温柔的。我懂，没有，我们刚刚有在讲，就是说，可能就是因为你认识我太久了。对，我会好奇，就是像听完刚刚你讲的，我比较好奇的是说，对你来讲，在商业上取得成功，还是让大多数人都喜欢你，这两个事情哪一个比较重要？这两个事情可以画上等号吗？不行。假设只能成立一个假设啦。一开始啦，其实这个事情很明显了，就是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在商业上成功嘛，所以我看起来我就是一直是在做，希望人家喜欢我，不管这件事情就说真的，我后来反省起来，我不能说回想，我必须要用反省这两个字，就是为什么我在想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没有想到它的商业成功性？但这不代表我没有想其实应该说，我每一个 idea 出来的时候，还是有在想。对 idea 出来的时候，我都觉得这赞，这个可以大卖之类的。取舍还是会取舍嘛？好比说我
前几年在做那个百家姓啤酒嘛，零啤酒嘛，对不对？啊，零啤酒，零啤酒做出来，我就觉得说，哦，这一定没啊，结果没有。对，哦，当然可能也有安慰自己说，可能跟疫情也有关系了。对，但是我的意思就是，一些想法出来的时候，我还是期望它可以获得市场的好评反应，甚至于一定你说看现在人家团购哦，随便什么卖个什么东西卖成这个样子，我想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一个很简单的东西，人家可以卖成这个样子？就是说，在内心里面，你当然还是渴望这个商业的成功。但事实上，我一直在做的都不是那件事，我一直在做的都是要说让人家喜欢我嘛，或者就是自己想做的事啊，就是自己做的能够觉得开心的事情，这样子。所以你觉得你是个任性人吗？这个我必须要引用我妹妹的说法，因为我家只有我一个射手座，对，然后其他3个都是金牛座。三个金牛，爸爸妈妈妹妹都是金牛座。有一次我们家里在吃饭，然后就聊到这个话题，当然气氛是愉快的啊，意思我就开玩笑说，你看你们3个金牛座，我都受你们欺负。我妹说没有，我们3个都受你欺负。在我后来要长很大之后，我才理解，对，在我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其实我是最任性的那个人。我是最任性的，相对。说真的，我应该说在30多岁之前所做的一些事情，对他们造成的痛苦，也是因为任性的后果嘛。那时候我只有觉得说我要去追寻我自己想要的那种人生啊，不管我们要称呼它为 hippie， 或者是更疯狂、多彩、丰富的这种人生，但是这些对我爸妈来讲其实是困扰的嘛。我必须说，其实后来我做了旅游业，因为我父亲以前也是导游，所以当我开始决定说我要做这个行业的时候，他是开心的。而且他甚至会主动去帮我去收集一些资料啊什么，然后我回来的时候跟他聊一些我带团当中的一些过程啊，那他听了也觉得很开心，就是彼此之间有个可以分享的东西这样。所以其实旅游业这件事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修复了我跟我父亲的关系，一直维持到现在。那现在我已经很久不是一个任性的人了。所以你觉得家人的关心对你来讲是祝福还是枷锁？这也是一个好问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属于这种怎么说塔罗牌老师吧他其实一直在告诉我说，家里的就是我对父母的这些责任或者是看法，常常是影响我就是最后没有办法冲出去的那个原因。我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我说其实仔细想起来，我爸妈也没有限制过我啊，没真的干什么事情。对啊，就是说我有时候想一想，甚至会觉得说就是因为他们对我太开明了啊，太好了，so nice， 也没有管我要做什么，不管交往的对象或什么，所以大部分的时候都是我做的决定造成他们的困扰嘛。所以怎么讲？突然哽咽。我觉得我已经很久不任性了，那甚至于到后来这些年都真的有点赎罪的念头了。好像我现在也是，当我每次有一些奇怪的想法的时候，所谓奇怪也没有，然后好比说我最近不是常常在讲说我想要移民去日本嘛之类的，像我有跟我爸聊过这个事情啊，他也说今后啊，他说如果有机会你就去啊之类的，但是我总是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就会考虑到说我不要再让他们担心年纪都这么大了，因为在这个过程里你会一直去强调那个成绩嘛，对不对？对，当时带你去温哥华的那个人告诉你说你人生是有任务的嘛，是，对不对？是，你到底在完成成绩还是完成任务？其实在他问我的那个时候，或者在他告诉我的那个时候，我就已经知道我的任务是什么。是什么？是必须要带来一些启发，要对这个世界有一些贡献。为什么你会这样想呢？因为我一直就是这样期望的就我刚刚也提过嘛，期望跟你自己的任务有关联吗？它是等号吗？我觉得是对我是对你来说是，对我来说是 OK。 对，为什么期望跟任务是等号？应该说，如果我现在有一个最大的目标或者最远的目标，就是去
找到那个任务并且完成它，对，那这算不算是一种期望？这也是一种期望啊，然后这也是一种自我实现啊，因为我想要去实现这件事情。当然这里面有个风险，那个风险在于说，万一我到最终我就是找不到那个答案了，可能到我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我都没有找到那个答案了。但是我现在没有那么悲观，我虽然不知道我到底能活到什么时候，可是我总觉得到那个时候，我应该是会相对释怀的。我现在知道了，我们对于期望。自己对自己的期望，跟我这一辈子有任务这件事情是什么样的任务？是你觉得是等号，但对我来说是两件事。OK，我现在知道那个差异点在哪。OK， 其实厘清这件事，我觉得蛮好的。对，因为对我来说，我对我自己的期望就是我每一年，随着岁数的成长，我 always 都是期盼我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是我对我自己的期望。可是它不是我这辈子的任务啊。你懂？OK， 差别在哪？我懂。但是我这一辈子的任务，我也不知道啊。换个话来讲，就是说，你 always 对你自己会有一些期望嘛，但你的任务还是少不了。而且我认真说，对，我觉得每一个人，来就是出生啊，对，都有任务。OK， 我同意这一点。对，我同意。只是说那个任务到底是什么，每一个人不一样。所以，如果按照你刚刚的说法，你每天都对自己的期望是成为更好的人，对，更好的人最终，他要完成什么？只要是一个更好的人，就是一个答案了。可是没有答案啊，因为我可能到咽气前一刻，我如果能够知道我这辈子的任务，我就阿弥陀佛了。就对我来说，我没有想要说我在这个过程我就明白了什么。好啦，其实讲到这边哈，就有一点到所谓灵性的阶段了。不来灵性，你也要跟我聊灵性吗？不要来灵性，不要灵性，不要灵性这样。可是，我觉得我其实已经被种下这个种子了。你知道吗？我问你一个问题，好，对你来说，你在你的人生的这一短暂的几十年当中，你觉得活出你自己想要的样子，对你来讲是重要的吗？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但是如果真的这样做了，会不会让人家觉得是任性的？其实我刚刚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人设。我不知道，也许有些人意识到，有些人也许没有意识到，就工头坚是一个人设，因为他不是我的本名嘛，我已经用这个名字用了20几年。其实在我去到旅游业的时候，他就已经不太适用了，因为这个名字跟旅游业没有关系。当初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要更好？快速的说，就是那是也是在就是网络1.0时代啊，网络1.0时代，我那时候窝在家里那边手工打造自己的网页，然后那个时候不是常常有网站都是点进去都是那个施工中那个小人在那边施工。我每次看到那个图示，我就好像仿佛看到说，这个网站后面有一群工人在那边正在打造。那个时候我对于网络世界的想象。你也知道说，早期来讲，我对于 Internet 对于网络这件事情是怀有一种信仰般的热情。所以当我看到那些小人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这些网络的工人每天真的不分昼夜就在打造这个网络的内容。那个时候我也开始在学习自己怎么去用手工做网页，因为做网页这件事情就是我想要把我的一些东西发表到网络上嘛，让人家看到嘛。当我在做那个事情的时候，后来就有一个社团，那个社团我就成立了一个叫网工阵线，就是网络上的工人们大家一起就来这边分享一些自己的这个心得啊之类的。然后当然那时候有一点左派的意识嘛，所以这个网络的工人要团结起来这样之类的真的是这样。我那时候当年就有这个想法，当年就是这样就是全世界的网络工人团结起来。网工阵线然后因为是我发起的，所以我就叫工头嘛。那因为英文名叫 Ken 那 Ken 就是反正那时候香港的电影都奸叔啊、奸哥啊，就是 Ken 嘛，所以我就用工头加上 Ken 这2个字来结合，所以后来我的那个英文才叫 Ken Walker 嘛，所以是这样，真的是当时是在那一种这个网络工人的情境之下把它做出来，但没有想到这个名字后来就也一直沿用，就到现在就
已经回不去了哈。那好吧，那就工头坚吧。我认识他的时候不叫工头坚，对，通常叫得出那个名字来都是超过20K。那时候叫什么？土豆。对，我叫你叫土豆吗？我叫土豆，但是我必须我必须在这边正告大家，土豆这个事情就完全没有任何意义，就只是我去 production 的时候，那时候我还菜鸟嘛，刚退伍进公司第一天，然后就穿了一件土黄色的外套，然后我们公司的 casting，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她讨厌的脸，这样子是一个女生。我讲到这边要提醒大家，你有时候你说错一句话会被她记恨一辈子啊。这个女生就跟我说：“新来同事，人家都怎么叫你？”我说：“我就叫 Ken 啊，不要叫 Ken 啊，那个很 gay 掰啊，什么英文名字很 gay 掰之类。”我说：“那我在学校的时候，其实有带过话剧社，然后演一个角色是神父，所以学校的同学叫我神父。什么神父哦，听起来很 gay 掰这样子哈。”他说：“那你今天穿这衣服很像花生，那就叫土豆好了。”就这样。OK。我就变成土豆了，然后你知道隔天老板娘来上班的时候，听他们都叫我土豆，为什么你们要叫他土豆呢？他明明就好一个人，叫土豆。可是你后来介绍你自己，你也说你自己叫土豆啊。没办法，那时候大家都这么叫我啊。对，所以就欣然的接受了这个名字。我没有办法，我没有欣然接受。但是说真的，在叫那个名字的那几年，我真的是蛮衰的。我只能这么说。总之到后来，当有了工头坚这个名字之后，其实我觉得他给了我一个不同的身份，而且因为不管土豆啦哈，或者说我的本名啦，吴建一嘛，对不对？我后来问过我爸为什么要取叫建一，他说建立友谊很好啊。因为就是一个 friendship 这样的感觉，可能跟他过去的导游工作也有关系。这样，这一些名字都偏就是我的本名偏比较柔性。那后来取了工头坚之后，不管说那个笔画，或者是给人家的感觉，看起来就有一种比较 man 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是获得了一个好的平衡啊。那我刚刚讲到人设这件事，后来因为我待在旅游业的时间比较长，工头坚这个名字用在旅游业的时间也相对就比较长，所以它好像变成是这个等号了啊，就是大家提到工头坚会认为是就是旅游达人嘛这样子。所以后来当我用这个名字，不管说去开频道或者去开粉专的时候，我在那个上面都维持这个人设。基本上我不太会去讲超出这个人设以外的话题。这个也是其实是我最近才在我的 Thread 上面写的，因为我在 Thread 上面找到了我自己另外一个同温层。你们可能没有 follow 这个部分，所以就不晓得。就是说，好啦，我对社会的一些看法，我对政治的一些观点我可能很激烈，很激烈，可能不太适合发表在影片或者发表在粉专的。但是我发现，在 Thread 我有一群不管认不认识的朋友。我甚至在上面并没有用工头坚这个名字 ，OK， 但是后来反正有些人就看得出来说，这个就是我。当然，我听到的比较让我觉得欣慰的反应就是说，他们很高兴发现工头坚跟他们是同一挂的。简单来说，我一直到最近我也才发现说，好吧，那我确实在不同的平台上，不管在 YT 上，在 Facebook 上，Instagram 很少在更新就算了，如果在 Thread 上面是有不同的人设存在的。所以对你来说，作为一个想要做 content 的人，对 content creator 来讲，对，你觉得你是有办法躲在人设里面，一辈子用这样的人设去跟这个世界应对的吗？你觉得这个事情是可行的吗？其实我是一个很不擅长的人，很不擅长做这种人设的人。我很佩服那种可以创造出好几个不同的分身，然后每个分身可能都演得蛮像的，演得蛮像，而且是不同的个性完全不同的个性，这样的人其实我是羡慕的，因为这本来就是网络世界的一种特性，对不对？你可以创造出完全跟你相反，甚至不同性别的人。但我觉得我是没办法。其实说真的啦，尽管说我自己认为说在这几个里面有不同的人设，可是其实他讲话的方式还是我，还是原本的我，只是说我把讲话的主题跟范围
去做一个筛选或者是框线这样子啊，所以将来我会不会创造出另外一个笔名好了哈，再去做不同的创作呢？我其实一直在想这件事。我一直在想说，我要不要创造一个另外的笔名，然后开始去写剧本啊，或者做虚拟偶像啊之类的。但是说真的啦，现在没有那么多心力。我后来回头来想这些事情，到最后慢慢把枝节给砍掉。我其实后来一直在做的是砍枝节的这个事，因为想法太多了，所以我必须要把很多额外的想法删掉，然后最后至少让我专心在目前做某一个类型的内容上面。我不知道这个跟你刚刚讲的定锚有没有关系。但是我是反过来，我反而才在找那个定锚在哪里。这个就是我刚刚在问你的事情啊，你觉得你自己做的事情是作品还是任务？因为对我来讲，就是任务，就是你为了符合这个角色的期待而去做了一切努力。那作品可能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代表我。我觉得人永远都在想要一个东西可以代表自己跟符合这个社会的期许，或者是你要作为一个小孩，作为一个爸妈，作为一个员工，或者作为一个老板，作为一个 content creator， 你要很各种角色要去应对这个世界。你会知道这个世界怎么做会对你比较好，但某个程度上，你内心总会有一种赌烂，说老子就没想这样干。对你来说，成功是什么？好大的问题啊！我跟你讲，我每次看你们的影片，到最后都几乎好几个人都会说：“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大。”它是基础。对，但是我觉得这也就是你们问到很好的一个点哈。没有，我要先讲，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问一样的问题。我知道啊，我们是你们每个人问的都是客制化的问题。没有对，但是厉害的就在于说，因为每一个客制化都会问到那个人，觉得说哇，这个问题很大。对，好，这个问题很大。我在内心里面有个成功的图像，那个成功的图像可能是拥有一个自己喜欢的房子，拥有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环境，或者一个喜欢的关系之类的。我相信这个可能是绝大多数人啊，对大多数人来讲，成功就是这样。钱的多寡是一回事，有的人钱嘛多到一个我根本没有办法想象这样啊。如果我自己去定义那个成功，就好像我们刚刚一直讲到我过去崇拜的，不管是艺术家或者是革命家，我认为必须要做到对人类有贡献，被人家愿意提起，人家提起这个人，还会有一点觉得说啊，对，当时我有可能受到他的一些启发，因为我自己是这样在怀念某些人的。你说这些人他是伟人吗？也不一定。但是他们创造出某些作品，不管它是音乐还是电影，它都对于某个阶段的我造成很大的感动跟影响。当然，我有没有适切的去回应这一些感动，而把它再转化成我自己的作品，去感动其他的人，我觉得我现在还没做到，但是我努力在做这件事情。真的要讲的话，我希望我咽气的那一天之前，能够做出这样一个作品来，不管它是一个书还是一个影片。我常在想的一件事是说，假设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这个期许、这个期望。那我要问的一个事情啊，你觉得你可以在这个时代的挑战之下，你活出你自己自由灵魂的样子吗？对你来说，这件事情是可能的吗？以你目前活到50岁。50多了，快要60岁的角度，你觉得这件事情你仍然相信吗？还是你已经放弃了？我回到我30多岁的时候，因为非常崇拜切格瓦拉，其实我对切格瓦拉的崇拜一直到40多了，现在也没有不崇拜他，但是后来就是说用一个比较怎么讲，尤其去了古巴4次之后，用一个比较公平的一个角度看待他的好跟坏，对，他也有做很多不好的事情，这样。好，但是回过头来，就是他当时有一个举动，是他抛家弃子，去进行革命，要把革命进行到底。那其实我当时有一个感觉，我是觉得说，这人是因为他已经在那个日常的生活已经处理不来了，只好把自己抽离，
去追求一个更大的目标，然后期许这个更大的目标可以 cover 掉他在日常生活或者说这个行政事务上所造成的困扰，种种的 mess 跟困扰，各种混乱，各种混乱。那最后事实上，从他的故事我们也知道说，他最终还是没有完成这件事哈，就是还是一团混乱，然后最后就被人家杀了。那我要讲的就是我在那时候看这些他的传记跟故事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说，好吧，我也替我自己的人生或周围的人造成很多的 mess， 那我现在也没有办法去弥补这些 mess， 对，要不然要怎么办呢？我要怎么样才能弥补啊？不管说是父母还是弥补不了，弥补不了。那弥补不了的情况之下，我只好去追求一个更大的目标，更大的 mess， 会不会是更大的 mess？ 我不确定，但是我至少理论上应该是啊，我至少去追求一个更大的目标，试着以造福更多的人类来弥补自己所造成的这些 mess。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对你自己的日常生活，你有某一种安定平静的期许吗？期许有。期许有，但做不到。但是so far 是没有的。没有这个，我想好有趣。我想在这个地方坦诚一件事，就是像我现在是住在一个我父母亲的楼上嘛，对，就是等于是一个顶楼这样，然后就因为我的沙发旁边都放了很多的酒瓶，然后有一天就是尤其是那个疫情那段时间，我就突然觉得说，干，如果今天我突然竄起来，然后人家进来，忽然间，对，进来那个画面应该是蛮满地的酒瓶，对，就是一个然后满地的酒瓶这样，我至少在那一天，我努力的把酒瓶清了一清这样子，但现在又差不多这样。希望大家不是看到你最后一面，是看到满地的酒瓶。对，断定这个人就是生前酗酒。对，那个。然后你知道之前不是地震吗？因为我家东西真的太多，多到就是我常常在脸书上面写说要断舍离，可是断舍离的都是一小部分，那累积下来的东西真的太多了。然后上次不是大地震嘛，就花莲那次地震都已经是2-3个月之前的事了，对不对？就我的衣柜呢有一个放 T 恤的柜子，它掉下来啊，掉下来的 T 恤就洒满地了。但是因为我正准备要截稿，你知道吗？我连去整理那个 T 恤的时间都没有，因为我必须把我清醒的任何一刻都拿来写脚本跟写书。OK， 我只能把我要睡觉跟写作的地方整理好。总之，上个礼拜就是书出版之后，我去签书会回到家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倒下来的衣柜还在那儿。那个 T 恤还在地上，倒满地。当然这么久，那个空间本来就是我平常比较没有在使用的啦，对，然后顶多让它倒着。但是那个画面还是让我觉得很荒谬啊！我要说的是，因为你刚刚问到这个日常生活问题，我很诚实的跟大家说，我现在是一个完全日常生活就是一个 mess， 然后所有的时间就是放在这些作品的产出上。我不知道到哪一天才能改善这个情况啊，也许快了哈，就录完之后，哎呀，下个月好像比较有点时间，找人来整理一下。但是那一天我看到那个，我意外看到松浦弥太郎，对不对？有这么一个作家嘛，松浦弥太郎啊，他常常在强调一些这个断舍离啊、简单生活。他有一篇文章，他写到说，他年轻的时候好像在纽约，然后去到那边，他已经东西都没了，就是已经快饿死了，然后身上带的一些东西，本来觉得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可是在你要饿死的时候，他就把这东西拿去卖啊，卖了之后他也觉得 OK 啊，忽然间没有那些东西都没有意义了。虽然这个事情我可能在二十几年前去温哥华的时候就已经体会到了，可是事实上我还是一直在堆积这些在某一个时间点我可能认为它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回头来看，其实大部分的事情都可以抛弃掉，真的。你觉得你的友情是因为你把你的情感都投注在这个世界，然后你对身边的人都没有办法投入太多的心力吧？所以你 focus 点是在外围的，这是一个伤人的问题。没有，我好奇，没有啦，开玩笑，确实是这样啊。就是我现在把人际关系降到非常简单嘛，所以我同意你刚刚这个讲法，真的。
与其要把一些事情放在比较个人的，或者是人跟人之间的，我不如把有限的心力放在一个可能更大目标的追寻，即使这个目标到最后也不一定能完成。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相信什么东西？你怀疑什么？我时刻都在怀疑啊！我几乎时时刻刻都在怀疑我自己，就像刚刚也提到的，就是说我每天过得战战兢兢的哈，就是我很担心说我的成功只是一时的，当然我觉得一直强调成功这件事情会让大家觉得说好像非常功利，但是我觉得那个意义在于说，就回归到你刚刚讲的，成功这件事情涉及到自我肯定。我想自我肯定这件事情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好，我们姑且不要说它对每个人的重要性可能都不同，但是你觉得你在做的某些事情对别人可以产生一些意义跟启发，这个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那刚刚讲到最终的那个目标的话，我就说好像我现在有一种模糊的想法，隐隐的觉得说它好像引导我向一个比较心灵的方向去。那是什么？我不知道它最终的方式会是什么，但是我大概可以透露说，像我写完书之后，我就一直在想说啊，那我下一本要写什么？对，如果按照目前的这个方式跟路数，我当然可以找另外一个历史人物，或者是另外一个城市，然后用我擅长的方式继续去写。那看起来大家也还蛮喜欢这个方式，可是在这个中间，我就突然浮现一个主题，就是我要去写一些所谓的 power spot， 就是能量景点。在日本，他们有归纳出一些可能跟人的，可能跟心灵有关的，你就好讲的比较玄一点，在那个地方好像磁场特别强。好，然后你到那边，你可以就会获得很多能量获得很多能量啊！这些能量到底能不能给你带来启发，你不知道啊。But 你像我之前去过一些地方，上贺茂神社之类的，还有一个在奈良县的大神神社，我都觉得去了之后就回来就觉得很心灵很平静啊。然后当然那个地方整个环境本来就是没有那么多旅客跟这个世界有一点疏离，这样我觉得我会往那个方向去耶。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好像世界上也有不少人可能会需要这样的一种能量。你很害怕别人不喜欢你吗？刚才是这样讲嘛，对不对？刚才我们是这样讲，就是说从以前就很害怕说别人不认同或者说不接受你的观点。那现在如果讲到这个阶段的话，我就觉得说喜不喜欢或者认不认同，那已经不是我的事了。就是说当我能够找到一个可能我自己也觉得很自在，然后能量饱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那至于对方是不是喜欢我或肯定我，那个已经不是我的事了。对，但你一直以来都还是嘛，这件事情很重要啊，很重要，很重要。我刚有感受到这件事。对我觉得我也没有去否认它。就一直以来我也没有去否认它，我希望大家是肯定我的。但我其实常常在看这个事情，我没有觉得说应该要否认或者肯定或者什么东西。我其实觉得很多时候这一类的事情是，我常常觉得啦，应该要去理解的事情，是因为它很有可能是你人生动力的来源。是，然后你因为有这个动力，然后你去积极的去面对你的人生，有可能，它可能是一个很棒的 motivation 的来源。我常常在问说，你做这件事情背后的动力的来源是，或是 whatever。我觉得它不是这样。那它是什么？我觉得你把很多事情都混在一起了。是这样啊。然后你没有试图的去解构出去啊。其实对我来说，做人生是一种诠释，那所有的过程都是一种解构。如果人生没有这个解构的过程，我没有诠释的这个最终的结果啊，我懂你讲的意思。对，那我喜欢在过程里面解构。其实我同意你刚刚的说法了对，就是之前我有遇到一个网友那么这个网友很喜欢跟我讨论哲学的问题
你现在是觉得我在跟你抬杠是不是？没，你一脚踹千万不要有这种误会。但是我只是从刚才你的这段话跟你就突然让我想到说，我跟之前这位网友的一个对话，就对我来讲，我确实我喜欢的，或者是我过去到现在的，我都是在。不能说是追求，但是总之到最后，我总是 get 到一个大的概念。我当然有时候会把它认为说这是一种射手座的个性的习惯，就是我们喜欢去思考大的概念跟大的时代给予的影响。但是至于要不要把一个事情分析到如何，我其实觉得有需要吗？就是说，对我们来讲，我只要 get 到那个大方向，那个很模糊的直觉就好。当然有的人就会认为说，那你这样就不准确嘛？确实，我数学也很差，就是你要问我数字，我完全我是搞不清楚的。追根究底，就是说每个人的个性不同，每个人他面对世界跟面对人生的方式不同。我知道这个听起来是一个推脱之词，但是如果我没有办法被改变，我只好去把我那个 get 到大的概念的这个能力给加强。我刚刚听完我们在聊天的那个内容，我有一个想象，我一定得讲。对，我在讲说，我们人啊，其实大部分时间都在卡在我们自己的想象当中，或者卡在我们怎么去对人生的诠释当中。对，就是我觉得其实人生一直以来就是很残酷的嘛。是。他就是时代一直以来都是很残酷的，每一个时代人他有他面对时代的挑战，他爸妈对他怎样，他爸妈对他很好，或者他永远都卡在那个东西，但重点是你永远都卡在你自己对你自己人生的诠释当中。是啊，那这个诠释最可怕的事情是因为别人没办法帮你，是因为你如果这样诠释的话，其他人是帮不了你的，其他人告诉你100个方法。对，说我今天做简报，我今天要怎么样可以让我更有效率，可以赚更多钱？对，然后我学完这个方法之后，妈的没用的是我对我人生诠释就是我就是一个很可怜的人。没有，那我就是一个怎样的人，我就是一个怎样的人，我遇到的东西就是这样，然后我最后就想要这样，其实到最后都是还是自己的诠释。所以我刚刚的想象是我们好像很多时候都卡在我们对自己的人生的诠释当中。我觉得我这样讲可能有点武断，但我今天就是来听武断的。我们是个武断的节目，是你跟我是比较像的，所以我完完全全可以理解你现在处的那个过程。OK， 有时候我常常会觉得说你对你自己不够诚实。这个在朋友相交这么多年，那这个就是我觉得你很矛盾的地方，很多时候。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也在想，你到底为什么会这么纠结？你知道我脑袋里面呈现出的你几个阶段的画面啊 ？OK， 非常的有趣。OK， 说一下。我17岁的时候认识你的时候，在 AirLife， 对，然后你就坐在我右边，你就问了我电话，就小林就在旁边说：“土豆是王八蛋，你不要理他。”真是一个坏老板。对，我想说，而且那个时候我还懵懂无知，对，这样。但我那个时候记得你的那个形象是，你的头发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你是有一点点，不是，他那个时候的头发有一点微长，那时候是长头发，微长，比较像木村拓哉，不是。浩南的那个，浩南，对，那个时代大家都要像陈浩南这样，陈浩南的那个发型就是有一点微长，但是又不是很长的那种，绑不起来，但是你就飘散在空中，有蛮长一段时期是那样。对，浩南，对，他又是公关，可是又有一点点艺术家的气质，是这样。那后来好几年没有见面，见面的时候是在 VS， 对，那个时候你来的时候就完全是一个落魄艺术家的形象。那个时候我已经在旅行社上班了。
没有，那个时候你还没，那个时候你刚从加拿大，刚从加拿大回来，还没有去上班，还没，我们那么早啊？对，02年的不到年底的时候，你那个时候还没有去旅行社上班，你刚从加拿大回来，然后你那个时候就是头发到这里了 ，OK， 然后还是飘散在空中，然后穿一件白色，里面是无袖的，然后穿一件白色的衬衫，扣了2颗扣子啊，然后一件像这么强烈黑色的长裤。OK，这样，落魄艺术家，感觉刚从巴厘岛回来。对，没有，不是巴厘岛，不算巴厘岛。我那个时候看到你的时候，我心里就想说，哇，还有点胡渣。对，刚松回来。我觉得那个时候看到他不是刚松回来，而是他好像去哪里被洗礼了啊，但是还有一点那个气场还是很低的时候。OK， 对，因为那个时候毕竟还没有找到落脚点。隔1个礼拜还是隔几天，我们还去那个卡内基。对，卡内基啊，卡内基，我们有去过卡内基啊。我们晚上后来在那边吃饭嘛？不是，我们去喝酒啊，卡内基喝酒啊。因为我知道那时候哪一位朋友，但是我们不能讲他的名字。对，那一天我是完全感受到说，你现在就是处在一个。你知道最黑暗的时候，超级无敌黑暗。OK， 因为黑暗之后就黎明了嘛。理论上来说是这样。但你那个时候真的就处在那个状态。OK， 然后后来是我在民进党竞选党部 OK 工作的时候，2004年。OK， 对，这一段我完全忘记。你那个时候已经在旅行社上班，是，然后因为你的公司离我上班的地方很近 ，OK， 然后我们在 MSN 上面聊天，是，然后你就说你要来找我 ，OK， 然后我就拿了很多民进党那个时候的文宣品给他。那个时候总部在哪里啊？我在松江路上班吧。对啊，那我在民生东路啊。这一段我真的完全忘记了。没有，不是为了要避讳，但是真的这一段我忘记了。没关系，我的记忆力很好了。真的，他记忆力是超级。没有，他刚刚讲说穿的衣服，我就完全他那个细节，因为我自己都忘了，但是有以前的照片，没关系，可以为证这样。因为我是画面思考的人 ，OK， 好，所以我是图像记忆，所以我记得的都是画面。好，所以你穿什么我都记得。你那个时候还来竞选党部，竞选总部找我的时候是穿一件蓝色的衬衫，里面是白色的 T 恤，我都还记得。然后你那个时候就是上班的打扮，对啊。然后你那个时候头发已经剪短了，对，已经剪短了，对，就是已经比较像个人。2004年，对啊，那个时候已经上班第2年、第3年了，对啊，就比较像个人啊。等一下，那如果照你这样讲的话，对啊，到04年上班那时候的气场是好的，那个时候比较干净。就是回到一个重新开始的时候，如果 follow 他刚刚讲的那个阶段，应该怎么讲？就是人可能会有2个不同的面向，一个是你对于自己的工作啊跟私人的领域啊这2个。那我就觉得说，对我来说，后来我真的是用工作在填满所有的空隙，那至少我觉得我对工作是诚实的啦。好，那但是对工作诚实这件事情，对自己是不是诚实，我自己不敢确定。其实如果真的要这样讲，现在也是啊。但当然现在相对单纯啊，因为就是我只要对我自己一个人的工作怎么讲，我把它做好，那就 OK 这样子。但我想要问的事情是说，你觉得在你内心深处，你希望你是一个才华的人吗？我希望啊，在我内心深处，我希望我是一个才华而且自我毁灭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的 idol 都是那样的。我那时候有个朋友见到我的样貌，他就说：“为什么你要把自己弄成那个样子啊？”我那时候还没有意识到，不管是 Miles Davis 也好，不管是 Jim Morrison 也好，或者我们现在想不起名字的那个人也好，人家他妈的都是了不起的艺术家。你害怕你自己没有才华吗？对，我没有，我不是害怕，我事实上没有才华，所以我不能因为想要成为那样就给我自己这样的借口。为什么你觉得你自己没有才华？因为我那时候没有做出什么像样的东西啊。虽然我那时候才20多岁了，对啊，而且那些28岁就把自己干掉。你知道，我后来有个
感想，我有时候会拿来当笑话。那些人可能有的28岁就挂掉了，对不对？有的32岁就挂掉啊，都是在这个阶段活得最久的就是切格瓦拉，也是39岁就挂掉了。对，所以其实我到39岁之后，我就没有人生目标了，我就没有一个 role model， 因为他们都死光了，因为他们都死光了，因为他们都我操，这是重点。对，但是后来就接到，其实刚刚婷莹有讲到的一段啊，就后来我就发现说，如果我要再继续找一些 role model 啊，人生的目标，我是很需要这样的人。对，我是需要有一个人在前面作为我的人生目标。然后我去学习的人，但好像就剩下 Steve Jobs 啊，就是那个时候正好剩下企业家活得比较久。对，那个时候正好接到，也正好接到网络创业的时代了。我跟你讲，我突然发现你的感情一定也这样。感情的 role model 吗？应该是说，我突然感觉到一件事，你在感情上为什么乱七八糟？我觉得你的前妻应该对你来说是当时的一个。你以为的 role model， 可以这么说，对不对？可以这么说。然后忽然他崩溃了，不是他根本没崩溃吧？前妻根本没崩溃，是他崩溃，他自己崩溃了。前妻应该是说他本来就是崩溃，对啊，没有啦，没有崩不崩溃的问题啊，没有。但是我认识他的时候，没有，至少说刚认识的时候，在内心里面、心目中是不崩溃的。当然啦，对啊，我知道，我理解，没有我好烦哦，没有，因为我其实完全他的过程有很多的 detail， 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说真的，细节不知道，就是在不同的阶段，我们只是在每一个阶段可能都有看到他的样子，跟感受到他的气场跟氛围。对，可是我说真的。他发生什么事，我什么都不知道。对，确实。那你现在怎么看工头坚这个人？我觉得他一直不停的纠结在他自己的漩涡里面。他本人就是一个漩涡，而且他自己也很enjoy在那个漩涡里面钻。你刚刚在讲这段话的时候，没有，你刚刚在讲这段话的时候，我脑袋里面浮现了另外一个画面。这个画面可能是我们今天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没有特别讲到的，可是对我来讲，其实它占据了很大的部分。OK， 那是什么？就是说，就你刚刚讲的那个。没有谈到的细节的部分应该是说我从2002年到旅游业一直到现在或者说在疫情之前我毕竟在这段时间里面，我的主要工作是带团出国嘛，对不管它是一个工作，或者说我喜不喜欢它或者怎么，但是它毕竟占据了我蛮大的部分。就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可能不会去特别去想到公司有哪一些事情，偶尔会有一些细节，但是这些带团的画面几乎都历历在目。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因为我拍了很多照片，几十万张的照片，当然不是什么好的作品，可是就是作为记录我完全靠那些照片在了解或者是在回忆我自己到底去过哪一些地方，看过哪一些的风景。而这些事情其实在我心里面是占了很大的范围的。某种程度你也可以说那就是一个执行工作的过程当中所留下来的一些印象，或者是它也是一个属于逃避的状态，但它就是一个抽离现实，就是从日常抽离，然后到一个不同的国家一个状态。我只是想要表达的是说，其实这个部分在我的心里面跟生命里面占了很大的一个比例。那你在逃避什么？他没有，我跟你说，我看他在笑，所以我期待他的答案，这样。你知道吗？我们回到源头源头哪里？我们讲拍片就好了，好不好？能够诠释你的人生的一定是 MV， 绝对不是广告，绝对不是剧情，也不是纪录片。那我同意，绝对是 MV， 比较没有逻辑的东西。对因为他的脑袋里头
你知道我一直想要强调，我刚刚是不是一直在形容它都是一个片段、一个氛围、一个状态？对，其实我在讲的那个过程，其实我就在形容这个人，因为我知道这个人他的脑袋里面都处在 MV 的状态。OK，我同意，这一点我同意，这一点我同意。就是看完以后，你就唱完那一首歌，在3到4分钟之间随便忘记了。然后你就这样就过了，我交代完我的时代了。OK， 时代的风可以。我跟你说，时代的风对我来说就长那样。我同意。它像是一个 MV 呗，它就像一部书写出来的 MV。这个可以了吧？可以了，可以了 ，OK， 可以，算够了解你了吧？真的，对不对？但我现在想要摆脱 MV 的时代，但我想太难。我跟你说，你就不如把你这一辈子的 MV 好好拍好。对，你就活成一个 MV， 你就活成一个 MV 就可以了。它也是一种创作啊。我觉得。我不知道，突然不知道该如何。你不要去想其他的，如何解释此刻的感动？那这个京都时光在这个 MV 里面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啊？这我可以回答，回答，你拿着，我可以回答，然后拿着一下讲一下。就我觉得京都时光在这部 MV 里面是一个场景。对，我走在这些京都的画面当中，对，但事实上也符合这个书的气氛。至于大家是不是在里面要获得一个什么样的结论，我觉得每个人看完之后会有不同的感受我跟你讲啦，他的书不是时代就是时光，对，到底不是 MV 到底是什么？我那时候在选这个书名的时候，我并没有特别想到这一点。把自己人生活成 MV， 这听起来超屌的，超酷的。对我来讲，因为你知道，我刚刚还没讲完，我说 MV 它就是一个 concept， 对，可是它所有的 detail 都不见了。它都是一个片段，对，它都是一个片段，然后组合起来的东西啊，剩下的都是那些你需要背后去解读的，然后所有的 detail 他没有要让你知道的意思，好吧，我真的衷心有这个结论，我真的衷心佩服，好吧。